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日常生活中，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比原先要好很多，但常常会听到真不开心、烦死了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之类的抱怨。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，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。根据最近的统计数据，全球有大约3.5亿人患有抑郁症。与此同时，人数还在不断增加。俗话说，笑一笑10年少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快乐平安。但现在生活节奏快，难免会因为工作或生活因素而悲伤抑郁，甚至会诱发心理疾病。该如何短时间内让自己快乐起来呢？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：一天，一个行者来到了他陌生的小镇，为了确定明天是否还能赶路，便问一位坐在墙边的老人：大爷，请问明天的天气好不好？老人答：是我喜欢的天气。行者问：会出太阳吗？老人说：我不知道。行者：那么会下雨吗？老人答：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旅行者完全被搞糊涂了。好吧，行者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：如果是你喜欢的那种天气的话，那会是什么天气呢？老人对行者说：很久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是没法控制天气的，所以不管天气怎样，我都会喜欢。你看，快乐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的，只需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。怎样使自己快乐起来？我现已50岁的人，也在不断尝试努力着。下面5个方法，我们不妨可以试一下。10秒幸福练习，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简单的方法，来让你瞬间变快乐。首先闭上眼睛，在脑海中想象2个你认识的人，任何人都可以，然后希望第一个人可以变得快乐，想象他快乐的样子，然后再希望另外一个人变得快乐，同样想象他快乐的样子。整个思考的过程只有10秒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专心的想就足够了。现在你可以暂停一下，亲自来做一下这个练习。做好了吗？你会发现你比10秒前更加快乐，这是一种幸福的快乐，给予别人这种快乐，最后你自己也会变得快乐。想要变得更快乐，只需要随机祝愿其他人变得快乐，基本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和精力。这个方法你可以用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间，在上班，在家里，在上课，甚至在洗澡的时候。长期这么做，你会很开心，很快乐。赶快试试吧。2. 感恩一切，多发现生活中的美，激发感恩的事情。不管事情有多么小，都要感恩。比如完美的早餐，比较好的工作，或者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，吸收感恩之情，并且多停留一会，这样能够让大脑变得更加兴奋。另外，要感恩一天中没有发生的意外事件，比如没有迟到，车子没出现问题，没有和他人发生矛盾等。3. 多欣赏自己，每个人都会有发光点，应该多看到自己的优点，做到扬长避短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力量上，这样能够提升精神。要学会欣赏生活中的小事情，比如看完了一页书，或者交了一个知心的朋友，要多观察一些愉悦的事情、想法和人，这样会产生积极的结果。要把好的感受停留更长的时间，让好事情来进入自己的内心，慢慢地提升幸福水平。世界总是五彩缤纷，总是喧嚣无比，可一个优秀的人，心中就像是有一根定海神针一样，无论外界如何起波澜，内心都能守住自己的宁静，能够专注于自己，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持续努力，就算不能够活成人人羡慕的样子，也一定会活成最好的自己。4.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人无完人，
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缺点，但每个人又都非常渴望他人的赞美与认可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有人会不自觉地想要讨好他人，从而获得友谊。其实这样未必会获得他人的真心，反而会让自己非常累。反正我们也不是金钱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们的，对吧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，随便他人如何议论，随便他人怎么笑话我们，学着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从内心自我认可，就会如同身上被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一样，倍感轻松。当你想开了，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多照顾一下自己的感受时，你才能更开心。当你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，那就是你最自由的时候。5. 尝试接受最坏的情况。当有事情发生时，问问自己，最坏的情况是什么？如果真的这么糟，应该怎么应对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只能选择接受，然后冷静地思考如何改善最坏的情况。如果你一直纠结的话，难免会使自己陷入到抑郁的漩涡。渐渐的，你也就不会在意了，事情也会慢慢地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人这一生，伤心的事情太多，困苦的事情太多，如果对过往放不下，看不开，就很难轻松地向前走。这世上没有多少人的路是坦途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坎坷曲折，甚至让人崩溃的事情。真正让人感到累的，让人感到沮丧的，往往是自己造成的。有时候事情没有那么糟糕，自己却给自己施加压力。有时候明明可以开怀大笑，却非要哭丧着个脸。老天通常会眷顾那些能够活好当下，不去乱想的人。只要你愿意，每天都可以是18岁。《金刚经》里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的各种心念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下转眼即逝，留不住。我们不光要认识到它的不可得，还要做到不执着，不计较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过去未来都如梦幻泡影，只有把握现在，现在在下一秒也将成为过去，也将成为梦幻泡影。悟得其中的道理，哪里还有烦恼呢？凡事不可太计较，要学会难得糊涂，让自己轻松洒脱一些。抛开一切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开心，过得快快乐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